最近一直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小豹，圈子里很多博主都在冲香龟，你为什么不养香龟嘞？我总是笑笑的回答，养龟不一定非要去追求潮流，我手上的龟已经不少，已经很满足了。境界高吧，境界高吧，这个就叫超凡脱俗。实际上心里是想我撑啊，大局我买得起不啦？很多人都问我黄缘龟和香龟体验感上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对龟而言真没啥区别，但是对圈子而言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以前总以为黄缘龟玩家和香龟玩家大部分是属性重叠的一群人，无非是技能 CD 时长不同而已。比如说买黄缘我要憋3个月的零花钱，香龟可能就要憋1年。后来进了这个圈子后，我发现购买香龟的玩家 CD 时长几乎为0，就是在平 A， 今天买一只，明天买一只，后天买一只，他们这种释放技能的速度，我就是憋成痔疮都赶不上。按一般人的思维来看，一种商品价格越高，购买它的人群应该越谨慎，或者说是越容易纠结。因为东西贵很怕被坑，问东问西，踌躇犹豫是很正常的。但是香龟玩家不是他们可以在商家苗子还未出壳前就把苗子预定一空。如果群里有哪个玩家要出掉香龟，立马就能在群里原地找到下家，而且还不少。尤其是一些品相好的香龟还有人竞价抢购。显然这个圈子里的玩家已经有别于其他龟类的玩家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受众人群不同。就拿黄缘龟为例，每天都有人来问我哪里买黄缘好，哪个商家靠谱，有问安源的，也有问台源的。本来以为台源价格要远远低于安源，更容易成交才对。结果恰恰相反，问安源的玩家很快就找到了心仪的爱龟，达成交易。而那些问台源的玩家，可能在我这里问了几十家，结果都没挑到满意的。是因为他们挑剔吗？显然不是，是因为他们的购买力不行，手里揣着200-300块钱，梦想着能捡漏的人太多了。而安源玩家的购买力就要高得多了，他们的预算往往不成问题，就是怕被坑被骗。一旦找到靠谱的商家，很快就能达成交易。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看香龟玩家，他们能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买香龟，就是3个字：太有钱。太有钱了，你们知道吗？那么问题来了，是有钱人去玩香龟才贵，还是香龟贵了有钱人才去玩？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词汇，商品属性。虽然说黄缘龟和香龟都是半水龟，不论是习性还是饲养体验都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它们两者的商品属性是截然不同的。黄缘龟的玩家大部分是纯玩家，他们把黄缘买回去就是当做宠物来养的，市场结构相对垂直，商家卖给玩家，玩家饲养，基本盘很稳定，市场风险很小。而香龟圈就不同了，他们的玩家除了自带玩家属性之外，还带着商家属性，也就是所谓的半玩半商。小豹纵观了一下香龟圈，发现很多玩家是把香龟当成投资理财产品来看待的，交易对象往往是这个商家导给另一个商家，就这么倒来倒去。真正纯玩家的人群基数相对黄缘圈来说很小，所以这个圈层有一定的投机性，也有巨大的风险性。一般来说，种龟售价高于苗子10倍以上就有炒作的成分，而香龟可以高达20倍以上，等于是把它们当成了摇钱树包括这次龟展上，很多香龟的种龟都不卖，只做展示，这就是互相炒作抬高价格。就因为具备了投资属性，吸引了很多有钱人的目光。这些人可能原本都不知道这种龟，也没有饲养其他龟的经验，就像看到了一种投资理财产品一样的被吸引过来了。当然，大部分还是有钱的养龟人，他们喜欢养龟，也知道怎么养龟，只不过具备投资属性的香龟给了他们一个沉迷的理由。但是对我们普通玩家而言，这就是一个高端局。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还是量力而行吧。我是小豹，我们下期再见了。